这大概是中国最大的无人道观，整座山上遍布34座道观宫殿。我们在这儿找到了传说中的天书、神仙用的文房四宝，还有传说中的南天门。眼前看到的这座宫殿就是它的主殿。神奇的是，整座宫殿没有用到一根木头，全部都是采用石头雕琢打磨而成。这里是湖南的兴德道观群，一个曾经和武当山齐名的超级大的道观，但是如今远不如武当山的繁华，几乎游客寥寥无几。但是这里有一对夫妇，从20多岁一直在这里独守了30多年。他们为什么会在此隐居？有什么难言之隐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？这里为什么破败不堪？曾经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今天我们就登上去一探究竟。我身后这一条路啊，非常的陡峭啊。今天带你们去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，就在我身后这座大山顶上，有一座神秘的宫殿，就在那个山顶上面，而且啊，全部都是石头做的，非常的神秘。据说啊，有1300多年了。我也是第一次来，不知道上面究竟是什么样的。今天大家一定要跟着阿波的镜头，我们上去啊，一探究竟啊！走吧。而且啊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一条路都是很大的石条来铺叠的？那么在古代没有先进的设备，古人是怎么把这些石头开采来抬到这个地方来的？至今啊都没有人知道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们还是赶紧往上面走吧。在路边发现了一座石头房子，看上去非常的古老了，而且啊，上面还有龙、凤凰，中间还有个图案，应该是个字。下面这儿还有2只凤凰，这儿有2道窗，这上面应该是2个字哈，全部都是石头做的哈，榫卯的。我们看一下是干嘛的。这上面有字啊，接引殿。那么中间这一尊应该就是地藏王菩萨了，左右两边呢我是不认识哈。你看这个供桌都是石头做的，这儿还有人在这烧香啊，这么大把香还没烧完。墙上刻了很多字哈，你看500元500元，哇，它这里面还有人在这儿养蜜蜂啊，你看它这个房梁很粗的石条做的哦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大家看，我们又在这个路边又发现了一座石头房子。这座石头房子比下面那一座还要大，还要气派。你看它顶上还有一个人物造像，但是雕刻的是谁我还真不认识啊。下面还有很多的人物战场，中间是2根龙抱柱，左右两边的柱子上呢还有对联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都是一种秦小篆啊，祖德师什么什么，哎，我不认识哈。而且大家看一下，它的后面全部都是石头做的哈。你看上面还有很多的人物造像啊，这儿还有一些功德碑啊。文昌阁哦，文昌庙。你看它的左右两边还有一对狮子，我们看一下这里边，中间这一位应该就是文昌帝君吧，那一位应该就是雷震子吧，这边的我就不认识了哈。你看它这儿还有人在这儿点香啊，它中间这个供桌啊都是石头做的。你看啊，上面还有一只鹿，地上铺的都是石头，而且它的房顶跟下面一样的。你看它的房梁都是石条做的，房顶上的瓦片都是用石头然后盖的。你看这个石条长不长？从这儿一直到下面。哎，这儿还有一本书啊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书？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应该是文房四宝吧，磨盘、笔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喝茶的茶壶吗？还跟我说2个小时能走上来，
我现在这走了2个多小时啊，还没到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你看这个天一下子又暗下来了，在这儿又发现了一座古墓，看上去应该非常有年代感了。我们看一下，而且大家发现没有，这下面有人来这儿烧香，你看这个灯还是叠起来的，看一下什么年代的。它上面这儿有4个大字啊。这个应该怎么念？应该是天地有别吧。龙门日化恩师张修明，本墓老真人。老真人生于乾隆47年，他的落款是皇清咸丰5年，亡于道光30年。这个墓主人啊，是一位道长，道家的道长，他是生于乾隆40年间的，然后呢是在这个道光30年然后去世的。这个石头啊非常有意思啊，你看一下，一柱擎天，哇，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！你看，居然没有倒啊，而且啊。在下面还有座小庙哈，是什么庙呢？这儿有一个天官，这是土地吗？你看灯还叠起来的哈，仙气飘飘。此刻我的腿都有点发软了，而且啊，在旁边啊还发现了有一座石头房子啊，这上面2个大字“佛殿”。这4根柱子啊，上面有龙有凤哈。而且最顶上这个位置有一个圆形的图案啊，中间就是佛堂。但是这儿供奉的，我还真的一个我都不认识啊！有没有朋友认识的？七星灯烧香，而且墙上你看啊，还有18罗汉。包括这一边，形态各异，栩栩如生，而且都是在石头上凿出来的。这个应该是西方三圣吧。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就是对面这个山头啊，你看非常的震撼啊！从这儿上去，就在上面，哇，好神秘啊！这儿还有这么大一棵迎客松啊，估计有个700-800年了吧。我走了差不多3个小时，我才走到这个地方，应该是我走的太慢了吧。它上面还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宫殿，你看啊，有4根柱子啊，一道红色的门，而且它这个柱子下面都是有柱础的哈。你看这个门呢，它应该是关住的，应该推不进去了哈。好，关了。你看这上面这个位置都开始风化掉了啊！它这后面还有一道门呢，哎，可以从这儿进来的。这是道家的还是佛家的？它这一边还有一座，在这个悬崖绝壁上面哈，这边还有一座主殿，而且啊，它这个后面这儿还有一个水缸，应该是水缸吧？原来应该就是装水的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一边，我的妈呀，悬崖绝壁啊，太高了哈！大家看，走了2个半小时啊，终于来到这个地方了。我身后就是它的山门啊，大家看，非常的古老，而且非常的神秘啊。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这里边究竟是干嘛的啊？在它的外围啊，有大象，有狮子啊，各一对。这道门啊，全部石头做的哈。你看这上面还有麒麟，整座建筑全部都是采用红砂岩的石头啊，然后修建的，包括它的瓦片、房顶，还有它的翘角啊。它下面这个位置，这个应该是门轴，门上面的，中间还有一个太极八卦图哈。你看这些古建筑上的零件散落一地哈，太可惜了，都毁坏了哈。这儿还有个龙的柱子哈，
这个应该是房顶上的一个宝顶，这个是个烧纸的一个自库塔，石头打造的。你也是上来玩的？不，我是道观的。道观的，有多少年历史了？有100-200年的。7-8年了。哦哟，平时就是你一个人在上面，2个人。哎呦，好多人。你也在上面住了多少年了？我住了30多年了。30多年了。从92年就来了。92年你就上来了？我跟我老公呢92年来了。哦，他是你老公是吧？哦，92年就上来了。是。那这上面一直都是你们2公婆在打理。哎呀，如果没有你们2公婆，这儿可能就荒废了哈。那也不有没有，我们还有点其他人嘛。他其他人来，他也不常住在上面嘛。那不有。这上面条件又艰苦。哦，你们平时就住这儿？还有大冰箱啊。凉快啊，这个地方。这个是装水的吗？这个是装水的。那这水是山上有水，还是从下面挑上来？山上有水啊？就这个山上有啊？有。这么神奇啊？这个叫做星子宫，你看它的上面还有八仙，确实非常古老了哈。这边还有4尊神像啊，这是4大天王，一条龙，这个拿的是琵琶。看我身后好多神仙啊，中间这一位就是真武大帝。刚才和这个道长聊天啊，道长说啊，这个地方是一座3教殿，就是儒教、佛教、道教为一体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大殿里边能看到4大天王、弥勒佛。